还车，他把车开走了，拜拜。Noi DFS 里面3楼。还车以后，开始我们3天的不自驾自由行。这次的目的就是在那霸市区回访喜欢的小店，也同时来找一些宝藏餐厅。第一站，我们到国际通，先来吃我最爱的冲绳饭团。下午刚好没有排队。原来厚度7公分又充满高汤味的玉子烧是这样子做出来的。好疗愈的制作画面，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必拍。福住的玉子最特别的是甜味淡淡的，咬下去是鲜味满满的高汤，非常好吃。在贝赖店吃过原味，今天点了海菜口味，这个日币450。早上如果我们在宜野湾的天气就好。对啊，在国际通乱晃，路上很多卖黑糖年糕，还有冲绳泡盛和土产的店。我们在寻找想买的伴手礼，干燥海带鸭。不知道哪个好喝，不敢吃。你要买看吗？这个长得很像发糕，但好多人买哦。我们准备前往改建后的第一木质公社市场吃海鲜。本来要吃市场对面评价很高的店，但今天刚好没开。当地货，然后它是有海鲜，然后有煮饭。那霸市的第一座公社市场有2层，店铺很多。1楼是购买食材的传统市场，除了海鲜，还有肉品和熟食小菜。2楼是待客料理的餐厅。我们先在1楼挑选海鲜，和老板沟通料理方式。放心，很多店家都会讲中文。2个人要2点。我想吃喝酒，但是很怕他们不要，都死掉。一定要买的龙虾，7个颜色。3、4、5、6個，7種。老板推荐的冲绳月光贝，建议我们做沙西米和热炒2种吃法。月光贝，它好像里面很大我看。能吃的只有。我们选了海胆、龙虾、月光贝，还有明虾2只，食材费用日币19000。平常很少买海鲜的我，不知道这个价格划不划算，但店家服务很好，整个购买体验很开心。他说1个人是3样是基本，但是如果你像我们有4样，就是要再加钱，加100块，所以1个人是600，然后再加税。2楼选了一间食堂，等待我们的海鲜大餐。虾子明虾超大的，而且好弹哦，里面有超多卵。明虾1只日币500，老板推荐清蒸的料理方式，很甜，虾软很多。我们的拼盘。大概等了20分钟，拼盘来了，海鲜船1半的龙虾，1颗日币1500的海胆，还有1半的月光贝。老板建议做成沙西米，吃新鲜食材的原味。他们好会切哦，龙虾。七色海老口感很弹，很有咬劲，味道鲜美。再来，我们来吃月光贝的另一半，超的。奶油烤的龙虾半只。虾头粥，龙虾除了奶油焗烤、生鱼片，我们还做了虾头粥。我很怕海胆有个腥味，但这个完全没有，吃起来有着水果的香甜味，很好吃。很甜，没有腥味，好吃。肉不多，但壳很漂亮的月光贝，我们支付2楼店家料理费，3道料理1个人500日币，我们做了4道，多1道每人加100日币，最后含税2个人付了日币1420。今天天气不好，又开始下雨了。回饭店的路上，我们被香味吸引。咦，这不是刚刚在国际通一直看到，但是我不敢买的发糕吗？原来是冲绳的 Donuts， 冲绳庆典上的传统小吃，有幸福的象征。4种口味，决定买来吃吃看。点上要吃。原味黑糖、柠檬和艾草，买了2颗，日币350。冲绳的 Donuts， 一个是柠檬口味，一个黑糖，就很像蛋糕，棒蛋糕那种口感，黑糖的，好吃好吃。外皮炸得很酥脆，里面很扎实，黑糖很香，好扎实哦，完全没有油耗味。外带放冷也一样好吃，对，很好吃，真的超想放那柠檬口味。柠檬口味吃起来像蛋糕一样，非常推荐。接着我们要继续去找好吃的冲绳苦瓜汉堡，这个感觉很不错。买了泡生辣椒，还有冲绳柠檬原汁，在商店街里边逛边买，我们终于到了国际通的深处。这间看起来有点年代感的 Jeff Burger， 门口就能闻到香味。招牌是苦瓜汉堡、苦瓜圈，夏天还有卖苦瓜汽水，有各种用冲绳苦瓜做的限定版美食。
店内装潢很复古，灯光微昏暗，看起来蛮有时代感。我们点了一个招牌苦瓜汉堡套餐，日币850，有苦瓜汉堡、小份薯条和一杯橘子汽水。又是一个冲绳独有、每日合体的特别料理——苦瓜欧姆蛋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餐点好像是现做的，刚拿到就感觉非常烫，但冲绳苦瓜口感很脆，也没那么苦。我觉得薯条也很好吃，不会太咸。午餐肉的咸味和冲绳苦瓜的清脆多汁搭配得很和谐。这间很推荐，喜欢冲绳苦瓜的人绝对值得你来吃。散步10分钟，回我们在美容桥的新饭店，跑半小时的跑步机消化一下。晚餐决定去吃在地人推荐的居酒屋。现在8点半，我们终于找到海带芽了，但它好像换包装了。去唐吉诃德大采购，退完税，准备前往居酒屋。这间居酒屋位置不多，建议提早预订。餐厅气氛很好，服务也很亲切。下暴雨的晚上，我们快8点到，很多菜都卖完了。大部分是日文菜单，我们搭配 Google 翻译，随便点了几样，每一样都好吃。有中文 menu， 点了啤酒和5样冲绳料理。这间居酒屋上菜速度很快。第一道冲绳苦瓜炒蛋，蛋和苦瓜大概1比1，每一口都能同时吃到2种口感，吃得到锅气味，苦瓜很脆，吃起来很清爽，蛋很滑很香，太好吃了，完全没办法停下来。最后一份红薯。第二道炸冲绳红薯，店里的招牌菜。本来以为卖完了，老板说剩下最后一份，赶快炸给我们。山海盐汁，外面很酥，里面松软又 Q 的口感，半糖的甜度，搭配海苔盐，现炸的红薯条，咸甜的风味，马上被我吃掉一半。他说这个是 Okinawa 受欢迎的食物，这个肉香超好吃。没想到这4样根本不够吃，马上又加点了一份肉，点了一个阿古猪，然后这是店员推荐的。很嫩耶，而且它的皮是有点炸过。好适合配饭吃，但他们没有饭，卖完了。这份卤阿古猪非常香嫩入味，外皮炸得很酥，底下垫的马铃薯泥滑顺绵密，有一点日本甜酱油的香气，好适合配啤酒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姜丝炒大肠。不是肉，没点到肉，就是姜丝炒大肠。这个闻起来酸酸的，姜、青椒。姜丝炒大肠，但是很好吃哎。它没有那么酸。要点肉，结果点成姜丝大肠了。现在都要配饭。我有在超市的饭，因为大家都有吃。但是我觉得它调味很好吃。青椒多汁，大肠不臭，很有咬劲，很好吃。边喝啤酒边和厨师聊天，店员也都好热情。加点的猪肉片，皮很 Q， 肉很嫩，每道菜都好吃。这餐日币4240，好吃又不贵，推荐给你们。一大早还没人，到下午就会大排长龙。这里面竟然有鱼耶！这次最期待的冲绳面 Abun， 在国际通附近有2间店，开店前就在排队，不想排队一定要提早到。我们11点到，店员才正在开店，已经排到10几号了，大概等了1个多小时。老板出身岩手县，因为喜欢冲绳搬来定居，吃了上百间的寿把之后，开了这间创意寿把店，有很多创新口味，非常特别。这是他的2号店，2号店的菜单和这间本店的不太一样，有机会可以2间都试试看。这里一样是自助点餐机，面体口味配料都可以自由搭配，装潢有点像是居酒屋。店内放了好多泡盛辣椒，这碗猪肉寿把日币1250。猪肉卤得很入味，口味偏甜，除了瘦肉部分稍微有点柴，靠近皮的部分很软嫩。溏心蛋也很好吃，汤看起来清淡，但鲜甜好喝。面体软硬适中，吃起来有点嚼劲。这碗香菜牛肉寿把日币1250，附了一片柠檬和1小碟辣椒。店家建议汤加入柠檬，牛肉片可以沾着辣椒吃。上面有满满的香菜，里面是黑胡椒爆炒的牛肉片，还有肥美的豆芽菜。
比起传统的猪肉寿把，我更喜欢这个牛肉口味。牛肉很嫩，吃得到黑胡椒粒的香气，肉片炒好直接放到面里，这碗汤稍微有点油，还好加了柠檬，降低了一些油腻感。加入红姜提鲜，让汤变得更清甜。肉片炒香菜，完全合我这个香菜控的胃。这间面体有4种口味，原味、艾草、生面和墨鱼，我们选的是原味。每个座位前面都摆着一盘酱料，决定来试试，加入一点泡生辣椒，不是很辣，但汤变得更有层次，爽口，也没那么油腻。这间冲绳创意寿把好吃，对面还有停车场，自驾也方便，但建议开店前半小时就到，或是1点半以后再来，可以不用排那么久。Abun 就在湖乌通旁边，吃完散步过去很近。这条鹅卵石街道有传统陶艺工作室、复合式的咖啡厅和陶艺博物馆，是个很宁静的小街区，很适合散步。街道上用着各种陶器装点，能感受到满满的文化氛围。喜欢日本陶艺器皿的人，可以在这里挖到宝藏。每间小店都有自己的特色，除了随处可见的风狮爷，还有各种颜色的碗盘花器。老板说，这里的马路是冲绳石灰岩做成的。这个地板，现在是这里的石灰岩做的。湖屋曾经是冲绳窑烧重镇，但因为市区人口增加，很多窑厂都转移到中部的独古村。喜欢陶艺和独古烧的大家，也可以去看我冲绳第3集的影片哦。逛完买完，走到湖乌通对面的咖啡店 Coffee Stand， 闲聊了一下，原来才刚开几个月。老板是个很可爱的女生，点了一杯拿铁，日币580，烘焙味浓，不苦不涩。店里还有些老板的选物。逛完湖乌通，推荐来这里喝咖啡、拍拍照。喝完咖啡，在国际通乱晃，看看有没有新开的小店。这间香蕉奶油饼好多人排队，我们准备散步去吃海盐冰淇淋。这里的卡乐 B 不能退税哦。盐屋有破百种的盐和各种盐口味的伴手礼，最有名的就是雪盐冰淇淋。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。我跟你讲，它是盐哦，你不要以为它是调味料。巧克力抹茶梅子，好多种口味的盐，撒在冰淇淋上，咸甜咸甜，吃了不甜腻。搭配 waffle 饼，一只日币450。期间限定伴手礼，这些蓝色包装的伴手礼也很好吃，但唐吉诃德就有卖，还可以退税。这里最受欢迎的伴手礼应该是矿物质含量超高的宫古岛雪盐。冲绳新开的 hotel 看起来好现代。回饭店的路上又看到了卡丁车大队。Pokemon。没错，回饭店跑步后，我们准备要去吃昨天扑空的海鲜。这间就在木质市场对面。价格实在，食材多样又新鲜 ，Google 评价也很高。我们点了生鲔鱼冻饭和2盘老板推荐的生鱼片，鲔鱼入口即化，还蛮划算的，CP 值很高，而且也蛮新鲜好吃。更多小店资讯我会放在 IG， 可以去看看哟。机场是这间，对。外面太热了，决定去买甜点回饭店配咖啡。当然还是要吃南星的炸蛋糕，买了另外2种口味，艾草和黑糖，现炸刚出炉，真的好好吃。这个好像是艾草吧，还是？但是我觉得好松哦。今晚要吃排在我冲绳美食第1名的炭火和牛。开吃之前，先来说说很多人问我的旅拍小道具吧。这次冲绳用了 Insta360 Flow 稳定器，接上我的 iPhone 15，携带方便，重量很轻。旅行、拍照、录影都不求人，可以独立完成，独旅也不用担心。转圈录影，人随时至中，上下左右怎么晃都很稳定。用 Insta 的 App 拍出来的色调饱和，画面很有电影感。AI 智能跟随是我最喜欢的功能，圈选出画面中的人物，镜头就会跟着移动。在海边散步、公园走路都能滑顺的运镜。它的跟随精准度很高，不小心被遮挡，还是能快速的找到跟随的目标，继续拍摄，一镜到底。握杆下方可以拉出内建的脚架，旅拍常常会拍的日出和日落缩时，方便又稳定。有了稳定器，和手残的朋友出门也不用担心，我都会请朋友帮忙拍些重复的镜头，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一直往前走。剪接的时候，把所有类似的画面剪在一起，就是个很好的串场画面。录影拍照也能设定手势启动，
自己构图，对着镜头比5，启动拍照或录影。遇到手抖的旅伴，有了稳定器，也能拍出电影效果的 vlog。不会构图就多拍一些往前走的画面吧。稳定器是摄影雷包的救星，很适合想拍 vlog 的初学者，推荐给想记录旅行的你们。我把资讯放在底下说明栏，可以去看看。那我们就准备去吃烧肉吧。这间店呢，就在国际通往美容桥的方向走，然后它是炭火烧肉，好期待哦！看网络上评价是很好，而且它是新开的店，应该还没有人开过，没查不太到，就先来尝鲜看看。因为琉球的牛烧有点失望，明天就要回去了，想说用一个完美的烧肉 happy ending， 等一下来看看是不是 happy ending， 服务感觉很好。这一间是他帮忙烤的，就不会有自己不会烤，然后把肉搞砸的问题。点完套餐200克含税，一个人是11800，它是黑毛和牛等级的肉，一个人算的，可以2个人点不一样。但我看差别就只是在肉的克数。它每一个套餐呢都会有附这个沙拉，沙拉是可以续的，还有一个这个小菜。我发现这里的烧肉都比较像韩式因为像这小菜也是 kimchi 跟很像海带芽之类的东西。我还点了一个啤酒，烧肉就是要配啤酒烤肉的蘸酱，闻起来有点甜甜。我们就来期待我们的肉吧。他说店员很帅是那个吗？对，是。它沙拉很清爽，拌得很均匀，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。里面除了高丽菜丝，还有洋葱丝，还蛮好吃的。哇，它是炭火哇！而且它是包厢制的，喜欢吃饭是比较有意思，因为日本人都很安静，有时候有点太夸张的表情，都会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它的小菜比较不辣是偏甜的那种，莲藕吃起来有点特别。海带芽好好吃哦，不愧是冲绳的，那是番茄吧？好好吃哦，可以续。我觉得冲绳就是美食跟美景就去不腻，然后也吃不腻的地方。哇！from Kagoshima Prefecture。卡科西玛，这好肥哦，是超大块的。它翻面嘞，这看起来是5分熟。它是这么软呢，这可以直接用叉子打开。它完全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切开了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油烟味，它的抽油烟机超强的，那么近都没有闻到油烟味。哦，它还烤了菜耶，它这样那个肉才不会过熟，因为它一直放在上面。我所有的记忆卡就留给它。哦，它高丽菜完全解了那个腻耶，里面的肉是超级多汁。咬下去就爆汁而且它很好咬，虽然它很深，不浮夸表情是真的。琉球牛是吃比较多种，但你想要其实只有纯肉很好的肉的话，你就吃这间。它刚刚还上了一碗汤，然后里面是红喜菇类似这种，这完全不咸它是高汤，然后黑胡椒味道很重，这汤也是可以续。刚刚也给了一碗白饭，你吃进去你很满足，因为它真的很厚，然后它的油花非常多，它可能搭配高丽菜吃，所以你不会很腻口。哦，它会换你看1块肉换1次，我们吃的有在它的 tempo 上。All the same part of the beef。Yes。哦，腰内，我想再点牛舌因为它很好吃，80克，不知道多少钱，没有问多少钱，没关系啊，不会比这个贵。你吃到现在真的最满意整趟旅行好一点的餐厅，这个真的是可以。好吃。好吃。美味しい。这个是用笑的，很开心，我要跳出去。Two kind of the corn, two kind, different. 2个颜色也不一样，这个粉色的。呀，天哪，超好吃哦！很弹很滑，然后它的熟度控制也太好了吧。Wagyu pan is very rare.
Rare in Japan 哦，但这是不是很贵的意思？他说那个日本和牛的牛舌是很少量的，大部分的牛舌虽然很多店都有，但通常都是美国的。然后我们刚刚没有问价钱，就跟他点牛舌，所以是会很贵吗？不知道，等一下结账就知道。因为冲绳就是盛产柠檬嘛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类似荆棘粉的盐，当两个一起沾在那个牛舌上，超解腻的。我觉得这个牛舌更胜那个肉薄的一样是比较偏脆口感，厚的很弹，有点像肉，但是外面滑滑的。如果说呢，你要来冲绳选一间吃的很爽、很满足，然后肉质又很好一点，我觉得这间应该有符合你的需求。主要是我觉得服务也很好，1到10分，8分。太低了吧？不是，因为不知道钱，不知道钱，就是因为它的部位就是你一选就是那个部位，所以你就会觉得每一口都是吃一样的肉。但是因为它的肉质真的很好，那个肉味道很香，加上它烤工非常好，所以你吃进去你也不会腻。就像我们一个人大概已经吃了16块了，然后每一块都这么厚，然后又加点了牛舌，一个人有4块牛舌，这间有推。就吃到现在完全不会腻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到尾声了。如果你吃不够饱，那个汤啊、饭啊、小菜、沙拉全部还可以再续。等一下我们要吃饭后甜点，它有芒果跟黑糖口味的冰淇淋，然后我们选的是黑糖的。你看没有黑糖冻？它有黑糖冻、黑糖粉跟黑糖蜜。哦耶！店员都订阅，你还不订阅？我会把冲绳其他的饭店、美食或是日常啊等等的都放到我的 IG。发现房间竟然看得到海，远远的，可能前几天都海天一线了，所以你没发现。冲绳最后一个早上，我们搭着单轨准备去机场 check in， 想早点去，因为要留点时间去吃，可以边看飞机边享受饭团的 Pork Tamago Onigiri。而且早上不用排队，在国际线4楼的美食区角落，黄色招牌蛮好找的。点一个海葡萄口味套餐，日币900，坐在窗边边看飞机边开动。但没有辅助的玉子厚，但口味的选择很多，海葡萄炸得蛮好的，套餐折50，汤的料也给的很多，推荐给会在机场等飞机的你们。冲绳旅行到此结束，这是这次买的伴手礼。不小心买太多了，喜欢频道记得订阅或是follow IG，不错过每个影片，也可以留言给我哦。我们下个旅行见，拜拜。